你到底在瞒我什么？要么说是因为二叔又做了什么，不然就是因为我的身份你不能告诉我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提防我是一家人，要不就是你和姚明我不能知道的关系。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是你不相信我。一个大份三明治，大份水果沙拉，还有一杯很烈的鸡尾酒。你不生我气了？犯不着。吃的真多。你看不出来我今天心情很不爽吗？你跟陆岑阳在一起，心情不爽是早晚的事情。三明治可以满足你，想买醉，别找我，我可不会让你借酒消愁。别以为陆岑阳发一个朋友圈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依我看，他就是哄你没谈过恋爱。你没看过那些八卦新闻吗？那些真正被总裁认证的女朋友，都是大大方方带到社交场合认识更多人的。你呀，最多算是再品上金屋藏娇。我都难过1天了，你非得泼我冷水才痛快？酒到底有没有啊？你的不快才刚开始呢，先喝这个。你不给我自己点外卖了啊？今天我必须得喝点酒，才有力气跟陆思阳较劲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到底是什么事儿，他非得对我严防死守啊？严防死守，自然是有需要避着你的事情会发生啊。需要避着我的事情？陆总，好久不见啊！陆总啊，你每次来都不带女伴，形单影只啊！王总，你这话就说错了。陆总青年才俊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呢？说起来，最近我可听说一个八卦，说陆总的女朋友是那个设计师不染吧？二位老总对我的私生活很感兴趣。我们只是关心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陆总您呢？这位是姚密，想必二位都见过。姚密好。真是哪有陆总哪有话题啊！易总，孟总好。陆总的传言一直就不少啊，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让陆总看上？陆总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你就大大方方的揭晓谜题，你让我们这好奇心满足一下。对呀，是啊。等一下，什么情况？你不是来帮我澄清的吗？哥，我是来宣誓主权的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！陆总当然只有才貌双全的姚密才能与之相配呀，对不对？是。大家都别太着急，陆总要亲口官宣了才作数。陆总，表个态啊！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隐瞒着我？我没有恋爱经验，但不是傻白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……是你的陆总吧？快接吧，别错过了人家的道歉。刘总，他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万一跟陆岑阳有关系呢？接吧。你看，我们一个个被陆总吊得心痒痒的。陆总，
今天不说个子丑寅卯了，恐怕大家喝酒都不尽兴啊！啊？姚蜜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你要不肯照着我说的做，我会把陆明宇曾经抛妻弃子的旧闻大炒热炒。对你妹妹陆思琪的刺激，应该不小吧？果然被我猜中了，这个陆岑阳，之前跟姚乐飞神神秘秘的谋划的事情，居然是带他官宣，怪不得之前刘总说要带你看好戏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直接告诉大家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陆总，你今天的女伴不应该是我吗？你怎么把姚蜜带来了？各位，陆总今天的确要官宣我和他的关系，可惜了，刚刚遇到一点小插曲，耽搁了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们不会认为我是陆总的女朋友吧？我呀，我跟陆总是最默契的上下属关系，对吧，陆总？当然，我最欣赏 Carrie 大气的个性。各位老总一定知道，有 Carrie 在的地方，绝对不会冷场。是。陆总，你就别打马虎眼了。莫不是 Carrie 和姚蜜都收入了你的囊中？在这种场合下撞到了，你不会不好意思承认谁吧？我知道各位在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也好好给我自己洗洗白。我呢，真找男朋友的话，我一定找那个听我话的小奶狗。像陆总这样的霸总，我才不找呢。还是真会开玩笑。凯瑞人口生了，他不怕自己的身份被揭穿了。你说的对，不过我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必要呢。凯瑞，我早就知道你的底细，你是华董的人吧？按理说，我喜欢上不然，他才更有机会掣肘我。但你为什么听从别人的指令，违背华董的意愿？陆总，对不起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如果你今天冒充我的女朋友亮相了，华董那边一定不好交代。这说明有人出的价格比华董更高。那个人是谁？想给不染难堪的，除了易敏才一家人，我想不到别人了。你知道易敏才和孟可欣利用空壳公司走私账的证据还在我手上，你觉得你那笔好处费能拿到吗？陆总，对不起，你放我一马吧。按我说的做，你之前怎么站队，我可以不计较。嘿，陆总，原来凯瑞不是陆总的心上人呐，那一定就是姚蜜了吧？如大家所愿，我的确。陆总，你看大家都这么好奇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索性你来告诉大家吧。我的女朋友既不是 Carrie， 也不是姚蜜，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设计师，不然。真是他！我说的对吧？我早就听说是不然了。不然大家都知道吧？他跟我们陆总那可是绝配啊！陆总今天本来要带不染过来的，但是他感冒没好透，所以我就替他来了。难怪啊，陆总费这么大的心思，培养一个小透明不染，原来她是你的女朋友啊！孟总，
这么大费周章搞这么一出，原来就是为了逼陆总说出他的女朋友就是你老公的亲侄女啊！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。我想在咱们行业里，应该也没有人会再来抢易总未来的侄女婿了吧？你在瞎说什么？怪我多嘴了，老板。不过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倒不如让大家都高兴高兴，毕竟是咱们建筑圈的特大喜讯。各位，不染是易华前总裁易敏德的亲生女儿，也就是华兰华董的亲孙女。将来，易华和品尚可就是一家亲了。然后是啊。陆总，可喜可贺呀！易华和品尚联手，那在这个行业里可是最大的利好了。是啊，易总有陆总这样优秀的侄女婿，一定非常满意吧？啊！王总、林总、刘总，咱们去那边聊，让易总和孟总好好的跟侄女婿聊聊天。好，看你们那样。行。陆森阳，真有你的，凯瑞都跟你策反了，联合这两个女的一唱一和，配合你，难道你就不怕你父亲的丑闻被曝光了？我策反的不止凯瑞。这是。我之前调查泰勒的时候，碰巧发现您女儿也差点被这个人渣诱骗。他怕您担心，找我协助转了专业。现在他要毕业了，发了些毕业照给我，我洗出来正好带给你。这孩子受了委屈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孩子留学是孟家牵的线吧？老许，你有困难应该告诉我。不应该让自己为难。怎样？你是不是早就都知道？你有难处，我能理解。我想知道他利用你做了些什么。我做了最自责的事，是我把齐宇轩出卖了。我还以为这刘总有什么悄悄话要跟我说呢，怼个陆思阳的大脸给我看，原来是想帮陆思阳给我好看。我在这个行业里可算出名了，以后啊，他要带我见世面，我都不能去。碰到这些老总啊，少不得要被调侃。谁知道陆晨阳是不是故意拿你替一家？劝你还是少嘚瑟。泼冷水大王，能骑到一家我也很开心啊。我今天心情好。晚上请你吃烧烤吧，买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没看我这忙着吗？改天。行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，改天约烧烤。你想干什么？好。我在老伙计等你。感觉味道变了，是我给司机打的电话。我知道，老许跟我说了，你就是思琪的哥哥。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做？除了替不染试探我的真心之外，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。
你没有把思琪救治姚乐飞的事情告诉易家，说明你没有真的打算害我。怪不得你说这个咖啡感觉味道变了，原因就是你想太多。这是爸爸生前的日记本，我想你应该想要看一看。华董，秦寻的调查已经全部结束了。很好，去通知所有人，暂停寻找陆思琪的计划。是。说。华董，我不太明白，我们之前那么大费周章的去寻找陆思琪，现在为什么要突然暂停？之前我没把陆存阳放在眼里，但是经过这么多次的较量，我们都败了。陆存阳老是喜欢拿捏我们的软肋，当然我们也要找到他的软肋。陆思琪就是他的软肋吗？是陆明宇，虽然陆明宇已经不在了，但是陆存阳要还陆明宇的养育之恩，自然是看重他的一对儿女，而这对儿女用来对付陆存阳，那是最佳的利器。现在秦寻已经浮出水面，而他心尖上的女人又是陆存阳的女朋友。你说秦寻的一切都被陆存阳霸占了，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今天是农历的8月15，是陆寻的生日。月圆人不圆。以前你们在我身边，不管多忙，我都会买个蛋糕抽空回家一趟。一家3口人唱着生日歌，吃蛋糕。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不知道儿子多高多重了，会不会想爸爸？陆寻，你妈坚持要出国，可我丢不下一个刚刚初创的公司啊。她一气之下带着你出国，让我见不到你。爸爸非常想你，寄出去的信，派出去的人都没有你们的音讯。爸爸不会放弃寻找你们。儿子，爸爸希望见面的时候，你能够原谅爸爸。看到日记了。对不起，你的身份是我透露给易家的。我知道。我是为了孩子，你要怪我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想现身说法，说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亲。陆总一定是想着你的，更想你能不带着仇恨的活下去。原谅很难，但原谅能让人活得轻松自在。你说的在理，所以我原谅你了。但是你得给我涨薪，还得给我加工资，还得让我有休假日，不然我可就要走了。怎样说？如果你愿意，他很欢迎你回品上。我才不成他的情呢。下班了。
喂，你这天黑了才想起我啊？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老伙计。你是带着对我的一腔不满去的吧？你们俩一定骂我骂得十分痛快。妈饿了没？回来煮面给你吃。你白天跟女朋友吵架，晚上煮面赔不是，你这变脸比川剧还厉害。可惜我不解风情，在老伙计吃饱了，不饿。唉，确实可惜了。我熬的高汤煮面，鲜香美味，吃一口唇齿留香，不知道多带劲。你不饿的话，我只好一个人吃2碗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对不起什么？你哪里不好了？对不起我女朋友的关心，没有好好跟你解释，还冲你发脾气，是我不好。你道歉的态度倒是很端正。做你男朋友总不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吧？不然我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图什么？图你人帅钱多有眼光，还会煮面。真好。饿了吗？嗯。那我们煮面吃。关于姚乐飞，陆晨阳，我想通了。那天我对你发脾气，我也有不对。虽然你是我男朋友，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。你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以后，如果你判断某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即使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也不用告诉我。我完全相信你。吃面吧。有这么好吃吗？我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。你慢点吃，吃完了我再给你煮。够了。吃完这碗我就要减肥了，这2天一直生气，吃很多，肉疯长。别人都是生气吃不下东西，你还挺特别的。我就不能给自己的嘴馋找个借口？干嘛惆怅？面都不香了。那这周末我带你去放风。我倒是想，但是没时间。5项改建的设计还在不断推翻当中。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。不然，别打我！现在看不起我，别这个小心摔倒。放下我！我不下，我不下。
之前委屈你了。我能想到是说个心仪用这么蠢的把戏，但是没想到 Carrie 最后竟然会帮忙。再狡猾的人也有他的无奈，只要你懂了他的无奈，他自然会跟你站队。以后我也会尽量学会懂你的无奈。我的无奈就是你动不动转身就走，不是要搬家，就是不理我，我唯独拿你没办法。我反省，我改正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人生中遇见你是最幸运的事儿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一直在一起。那你怎么保证？我用我人生攒了30年的运气在你身上 all in， 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嗯。走吧。还走啊？你想找设计灵感，找不了要多走走看看。就不能多歇一会儿吗？好歹也算我们俩的约会。才走这么点路就累了，说好要陪我一直走下去呢。那我还要问我爸，他怎么选的人？我不知道心疼我膝盖。这样总可以在叔叔面前美言几句了吧？放我下来，这样你的膝盖会受不了。你这么亲，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就享受一下男朋友的福利。喂，天君，现在轮到你站出来了。我们齐心，一定给陆存阳一点颜色瞧瞧。别说是不染了，该属于你的，我通通帮你拿回来。要给陆存阳颜色看看，我自有打算。你当我不知道你给我那个股权转让协议是张空头支票啊？我假装答应你是为了替不染探探敌情，以后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了。少和我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妈，子禾最近报了个总裁班，在经营思路上跟大佬开拓点见识。我看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，收心收了不少。收心是对的，你们俩呀要多腾出时间，多花心思在他身上。我想你们先不用去公司了，把联姻的事情尽快安排上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贤内助，或许我还能指望他。妈，子禾还小，这事儿应该不着急吧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杨明给你打电话了，你要回一个吗？他找我都是工作，今天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今天累一天了，帮你按按。嗯。左边。好的。舒服吗？
你说我们今天踏青、逛超市、买菜回家做饭。我怎么跟你谈个恋爱，马上就奔老年生活了？情侣这些浪漫的事一件都没做。怎么老年生活了？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压马路，一起穿情侣装，一起看星星、日出，一起亲亲。回来了怎么不接电话？谁来了？应该是姚蜜吧。帮帮我！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去超市了？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了。你放那儿就行了，我自己收拾就可以了。你自己收拾行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去逛超市了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。以后这些东西你不用帮我采购了，我自己可以。你不是嫌干这些事情耽误时间吗？自己逛超市当然没意思了。太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饿了，我煮个面吃。我今天忙一天了，你回去点外卖吧。那我喝个茶走了。喝茶容易兴奋，我想早点睡觉。你跟不然，我们和好了。看来我之前在聚会上的自作主张，不算是帮倒忙。老板应该谢谢我才对。我谢谢你，但别再有下一次了。太晚了，我去洗个热水澡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哎呦，他走了吗？我跟他说我来洗热水澡的。聪明啊！但是姚蜜怎么知道你家的密码？我的错，马上改。喂，姚蜜还在外面呢。来接你下班。你的设计我认真看过，我对你很有信心。我没设计过这么大体量的，确实有点压力。自信一点儿，你可是赢过陈曼妮的人。那可是托了你的福，我还是清楚自己和知名设计师之间是有差距的。
你的定稿我看完了，我觉得你的设计不哗众取宠，更耐看，更有温度，而且更有美学生命力。就像你一样，越相处越喜欢，越来越喜欢。虽然听起来有点肉麻，不过我喜欢。我知道。我的巧克力吃完了，你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一盒。没问题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旦设计图纸被蒋和认可，我就不相信这陆岑阳他会有失体面的跳出来，还指认我们抄袭。不过，他要真的较真的话，咱们也不怕，咱们可以把责任推卸到不染身上，说他出卖了品上。华董来的真早啊！陆总，气色很好，是以为赢定了？小心阴沟里翻船。我的信心是易华给的，你们把最好的设计师让给了品上，我当然有骄傲的资本。不然吧，我比你更了解她。这丫头最大的本事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想让我出卖品上，没门儿。不然，棋子只配被人利用，你将要上的一课会很深刻的。啊！华董还敢用这种情绪管理不及格的中年男人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比你一家人更忠心耿耿。为什么他们还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？这边，我们也进去吧，别担心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公司关于古巷改建的主张就是全部翻新，追逐潮流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有请易华集团展示并陈述古巷改建的方案。很荣幸参与这一次古巷改建的招标，易华对这一次的古巷改建项目设计方案十分重视，召集了全国最顶尖、最懂东方美学的空间设计大师，以新老结合的设计师组合，力求在传承古典建筑美学的为什么我的方案还会落在他们手上？打造出让年轻人喜欢的新文化村。易华这次的方案很创新的。妈，我相信里面的东西应该能让我将功折罪。这是什么？我虽然戚大哥在您心目中永远比我重要，可是我始终想着为您为易华出力。我在品上收买了一个员工，拿到他们的设计图纸并进行了优化。另外，我还找了关系，让我们在品上前面介绍方案。难得你的思路和我同步。勉才，
知耻而后勇也。谢谢马夸奖。他们抢在我们前面发布了，那我们该怎么证明这是品上的方案？以上是易华设计的阐述。易华，身为到底是谁泄露了不然的方案？在设计上，本着向在座的诸多新生力量学习的态度，来参与本次的竞标。能不能被选中，我都希望我们能为乡村文化的振兴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谢谢大家。好。易华的方案太完美了。接下来有请品上集团展示并陈述古巷改建的方案。品上这次对，他跟易华人马做的非常好，是，我还是挺期待品上的方案。品上这次的项目，等一下，新方案在陈曼妮的协助下及时完成，接下来交给我来阐述吧。没事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各位好，我是品上的姚乐飞。最近，我与著名设计师陈曼妮老师走访了一些文化气息浓厚、发展和保护都做得不错的古巷，并邀请了陈曼妮老师为我们的方案做出了优化。大家请看。大家能看到，古巷升级不光是给它化了个妆，还要赋能古巷诗意生活的全景规划，包括文化发掘、景观修复。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的原住民想要回家，愿意回家。难道陆残阳早就有备案？的人想要来到古巷，看到能让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如果我们拿出的方案是不染技术上的1.1版，那么眼前这个方案起码是2.0版。不染，当初我输给你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你也要找我合作呀？上次事就没办成，这次能行吗？这次邀请你的项目，一定能让你一雪前耻，好好教训不染。不染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表面上算是吧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说是间接的仇人，也不为过。这些就是我们基于以上理念做出的改建设计效果图，大家请继续观看。比易华的更加完善，不愧是品上的，这次更加创新了。短短时间内，品上准备的那么充分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定是那个不然告诉陆思阳我们的计划，让陆思阳背得好爽，都怪那个不然。品上的方案真是太优秀了。他一边说相信我，一边却让姚明和陈曼妮准备了第2套方案。从始至终，他就没想过用我的方案去赢得这次投标。棋子只配被人利用，你交上的一课会很深刻的。
以上就是我们的方案。不愧是魏少啊，这方案既创新又完整，比一环的更加完美。恭喜陆总，品上的方案真是太优秀了。陆总，我们评委会会对你的方案认真研究的。老板，听这掌声，品上赢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竟然一再踏着易华的利益去讨好陆岑阳，我会让你知道背叛我的后果。我没有，不是你配合陆岑阳，那他怎么会提前准备一个完全压制易华的方案来？哪有当小偷的人还理直气壮的？谁是小偷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们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谁让你拍了？你比你妈蠢多了，你妈至少选中了敏德肯对她好，而你呢，相中了一个只会利用你的人。陆岑阳根本没打算用你的方案，他根本不相信你，而你为了他，彻底失去能救赎你爸妈的机会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本来我能利用这次机会让奶奶不再针对你们，可我做不到，我不能辜负陆岑阳对我的信任，但可能他也没有那么信任我。陆总，原来我只有不快乐的时候才能想起找秦寻，不应该把他当我的情绪垃圾桶。今天竞标现场最炸裂的新闻是不染挨易华董事长耳光的视频。我还听说凯瑞姐突然离职也是不染责怪。当然是他，你当他什么好东西？陆总不喜欢同事之间相互议论。小杨，好，这么晚来公司，有事吗？哦，我那个钥匙忘记拿了，我回来拿一下。不染刚把古巷设计图做完，你动作小心点，也不知道他保存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请假就是为了背着我准备另外一套设计图？有了福利院的前车之鉴，我多做一套备选方案也是经验之谈。所以你怀疑是不染泄露的设计图？我只能说今天是个意外。我只是让陈曼妮在不染的版本上创新，这样的确能够增加胜算。说到底，让不染难堪的是易华，不是品上，更不是我。是，你今天高瞻远瞩，替公司挽回了局面。但公司那么多设计师，就算你信不过不染，为什么要找陈曼妮？终止跟陈曼妮的一切合作。在创业的时候，老板说我们做建筑行业的，永远要把设计师放在第一位。今天却要为了不染，要把陈曼妮这么优秀的设计师拒之门外。老板，你以前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意气用事。出了这么大纰漏，你都不怀疑不染吗？你就那么希望我怀疑他？我怀疑他什么？怀疑他泄露设计图给易华吗？我和你认识他多长时间了？他是这样的人吗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
是谁做的？原来你早就猜到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把不然赶出品上，他是一家人，就不该留在这里。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思琪的记忆是丢了，但是老板应该或许记得，思琪的伤是怎么来的。爸爸当初从楼上一跃而下，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没有注意到一辆车撞过来，是你把我推开的。这个疤就是你替我手上留下的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没有。既然老板记得那么清楚，那一定不会辜负思琪的吧？今天就算站在我面前的是思琪，我也是同样的态度。这么巧啊？不巧，我是看你的车从我的店门口开过，明明想找我就不进来，想着你应该有心事，追踪我来这儿的，厉害呀你！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然可是易家练大的，是那么容易受委屈的人吗？就是工作上出了一点小事儿，需要反省一下。你都能来找孩子们了，能是小事儿吗？我那是很久没有见孩子们了，和他们待在一块儿，人特别的轻松，还跳了舞，把缺少的锻炼都补上了。别掩饰了，孩子们只能治愈你的心情，不能解决根上的问题。你应该告诉我的，军师长时间受不到指令，脑子可是会生锈的哦。说的有道理，正好有你用武之地啊。你帮我查查，是谁向易华出卖了我的设计稿？行啊，能聊聊报什么？我让我妈给你做全世界最好吃的糖醋里脊。成交。那这样，你去查，我回家让我妈准备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提高效率。你呀，行，钱是欠。快来！忙了一天了，能吃到阿姨您做的菜，简直太好了。来，喜欢你就多吃点。谢谢阿姨。你阿姨这病啊，刚刚痊愈，一看见你来，立马有力气下厨房了。谢谢阿姨啊。但是你这次一个人来，和小冉吵架了？是啊，所以才来向您二位求助的。你倒真实诚。我觉得让不染相信我之前，有必要先取得敏德书和阿姨您的信任。你阿姨呢，是个颜控，看见你这样的帅哥啊，一定好说话。残阳，不瞒你说，我们知道小冉去了品上，曾经提醒过他不许对你动心。当然，
这并不是信不过你的人品，只是我们两家之间有着太多难解的误会与伤害。不过小冉能跟着你学点东西，我们也是很欣慰的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不染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跟他之间，也是我先行动的。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率真、最善良、最勇敢的。今天我们在古巷的改建竞标会上，和易华竞争得很激烈，中间也发生了很多的小插曲。但我唯一确信的是，不染不会被华董利用，毕竟她是闵德淑您的女儿，也是我爸爸唯一认可过的儿媳妇。岑阳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爸爸被逼上绝路和我有脱不开的干系。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肯谅解我的？叔叔，之前那些匿名的提醒电话，都是您打的吧？你都知道了？这些想要知道很容易查清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。7年前，您主张两家公司合并，利用易华的资金优势和陆氏的项目优势，抱团度过行业寒冬。但有人在确认的合同当中加入了严苛的成本控制标准。明知道我爸爸有过分追求细节的脾气，还故意惹他不满。他想要毁约，就只能找到您，而您在关键的时候离职了。后来，陆氏被追诉了高额的违约金。我原本想利用自己的辞职，迫使易华退让，结果我和妻女分开了7年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明宇兄不愿意被易华绑架，结果被逼得结束了生命。对此，我充满了遗憾和愧疚。崔阳，小冉和陆兄是一样的人，心思里只有把事情做好，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。叔叔，您放心，就算您今天不说这些，我也绝对不会怀疑不然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来你们家蹭饭的。华董的套路我们都懂，如果我辜负了不然，他就能挑拨您来对付我。所以，那不能，我们不会变成那种人。阿姨您放心，想要扳倒易家，就凭易敏才和易子鹤那点能耐，我早就借他们把华董气得怀疑人生。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不想变得像华董一样。如果易家倒了，会连累千千万万的员工和客户。我不想陆氏的悲剧在别人身上重演。那你就不怕因为你的心软，早晚易家会反扑？心软不是我的弱点，而是我磨砺自己变得更强的理由。我会强大到改变易华的经营理念。只要有不然，还有您二位的支持，我非常有信心。今天的意外，对我来说是个提醒，我不该让不然被人捏住软肋。阿姨，您今后的治疗都包在我身上。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小冉那边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你们俩被外人挑拨了。明德说，其实是我找不到不然了，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们想办法。你能帮我问问不然他在哪儿？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好。我这边没有找
找到切实的证据，但我想 Carrie 之前也是帮易华做事，他走了之后，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你们公司跟他走得近的人接替了他？来了。夫人，很明显是他出卖公司，陆总却一直偏袒他，也不知道不然使了什么妖法。他要是还有点自尊心，最好能够低调的离开公司。现在一想到还要和他共事，简直是羞耻。小杨，你怎么知道是陆总偏袒了我？网上都发了你挨华董耳光的视频，而且你们的对话也都清清楚楚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那你听清楚华董说什么了吗？华董说的是，我把易华卖了，他不会原谅我。换言之，他收买我没有成功。陆总清楚原委，才相信我没有背叛公司。但是你依然在这里嚼舌根，还说什么偏袒？是啊，偏袒的意思是说，明知道我错了还要包庇我。视频已经证明了我没有错，你又为什么就要说我错了呢？心虚的人才会贼喊捉贼，该不会偷图纸的人是你吧？你胡说！上周六我亲眼看到你鬼鬼祟祟进入公司，还打开了电脑，不是偷图纸是什么？设计图都是我画的，我用得着周六鬼鬼祟祟来公司的电脑上偷吗？时间地点干什么你都记得这么清楚，我看这偷图纸的人就是你。啊，对了，设计部里面虽然没有监控，但是你在公司逗留了多久，门口的监控可以查得清清楚楚。你少诬陷人！在没有实质性证据之前，谁都不要信口开河。都很闲吗？回去工作去。杨幂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设计图会被易华偷窃，还特意准备了第二套方案？因为我清楚你的身份，我身为品上的董秘，有理由怀疑一切易家人。所以是你选择了陈曼妮，就是想让我不满，和陆总不合适吗？不然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。至于你怎么想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对了，老板他今天还没有来公司，你要告状的话，回家告好了。老婆来了，坐吧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设计图纸可是我找人偷回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妈现在应该十分清楚，我和你之间谁更重要。我现在是易华的总裁，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。不过，我帮你跟妈说了好话，我的办公室给你，你现在就是易华的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内务。你这个婆娘，连老公的房东你都抢啊！我坐上这个位置，都是为了子赫，你最好跟我相向而行，争点气。钱都给过你了，你还好意思再来跟我要？人在哪儿呢你？你等我。出去避避风头，以后再也别联系了。易总，你私会我的员工，你就是让他偷走我们公司设计图的幕后主谋吧？什么偷图啊？哎，偷情不行啊！哎呀，易总，现在偷情都这么光明磊落了，佩服，佩服。小杨，
如果我把你跟易总的事情告诉易夫人，知道得罪孟家是什么后果吗？陆总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那得看易总是什么态度了。易总，我们两个做个交易吧。你答应我，从今往后不再为难易敏德一家人，我就不拿你收买小杨的事情为难你。我们录个口头保证，就算成交了。易总，这钱我不要了，你让陆总放过我吧。陆总，我其实当时还是很犹豫的，我原本不想这么做。如果不是当时杨幂提醒我，我不管当时，我只管现在。如果易总不答应，小杨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人证，我依然放过你。陆晨阳，我答应你。我易敏才保证，不再找易敏德一家的茬。不然呢？你有的是办法说说，还要什么不然啊？陆总，我现在就辞职，保证以后再也不说不然的坏话。您别追究我，我其实是想和男朋友结婚，但男友能力一般，家里一直反对。我想抓住爱情，才铤而走险，拿这笔钱。爱情很重要，但你让不染和我之间有了误会，这怎么算？对不起，陆总，我祝福您和不染甜甜蜜蜜，百年好合。您就饶我一次吧。他说到我心坎了，你来决定吧。小杨，收回你的祝福，走吧。不是，人家祝福挺好的，干嘛要收回啊？真有你的，我只是怀疑小杨，你就特意找到他跟到这儿？你要是想要表达感谢，你就直接说。我是为了让你尽快洗清出卖公司的嫌疑。我的嫌疑是洗清了，但是公司的做法让对陆总掏心掏肺的设计师寒心了。不是，车在那边。谁要坐你车啊？哎呀，还生气呢？姚蜜的做法确实让你难堪了，我替她跟你道歉。他的行为用不着你来道歉，我就想知道，他做第二套方案是你授意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陈曼妮也不是了。这还用说啊？我早就跟姚蜜说了，终止跟陈曼妮的合作。倒也不用，毕竟竞标上的设计图是他画的。那也是在你的基础上做的调整。要不是你前期熬夜爆肝，后期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快画出那么复杂的设计图？还生气吗？生气算不上，就是心里多少有点不得劲儿。商业竞争不是儿戏，姚蜜为了公司考虑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我的身份特殊嘛。你不要顾虑你的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我只在意你是你。如果你心里还是不舒服的话，我带你去一个我平时放松解压的地方。如果是唱歌、洗脚、按摩，那我就不去了，俗。不然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。是。走吧，都别好玩。走了。这都25块钱一个网。好嘞。Hello。这小孩玩的玩意，你也好意思带我来？我也有。怎么，觉得丢人啊？感情你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磨砺我的内心啊？你要是觉得用了陈曼妮的设计心有芥蒂，那就应该磨练磨练自己强大的内心。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绝活。怎么样？
别在意别人怎么看，专心捞鱼。小朋友，我们俩比赛。我又捞到了。有你在我身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运气都变好了。哎，你这一碰，我的网都破了。咱俩八字不合。哎，是。乖。怎么样？我们两个配合，那就是如虎添翼。再来一条。哎，你放开吧，我自己玩。你今天受的委屈最大，所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我吗？没有。我们说过要相信彼此。事情发生后，我唯一担心一件事，就是你不理我，所以我才跑去你家找你爸妈搬救兵。那你的救兵也不太靠谱，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为你说好话。那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臭美。那这样，我们比比，看谁今天捞的鱼多。你如果比我多的话，骨相改建，我让你跟项目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内心够不够强大。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要，没有其他。忘了告诉你，为了赚出国留学的学费，我之前摆过捞鱼摊。厉害啊！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，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要，没有其他打扰，心动持续每一秒，就让城堡。